2009年6月25日，一位传奇巨星在洛杉矶家中突然心脏骤停，被送往 UCLA 的医疗中心后几个小时，院方在下午2点26分宣布了他的死亡，终年50岁。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全世界几乎瞬间失声。如果你问起20世纪后半叶哪一位流行歌手真正抵达过世界级神话这个高度，答案几乎没有悬念，就是 Michael Jackson。他去世后的第一周，粉丝们买下了260万次的数字下载。福布斯统计，从 Michael 2009年去世以后，他的遗产和 IP 体系累计创造收入超过33亿美元。注意，这些不是他生前赚的。到了2024年，索尼收购了 Michael 的音乐权益，交易估值超过了12亿美元。但这些数字代表不了这位巨星。到了今天，这个名字依旧没有退出流行文化中心。关于他的传记电影《Michael》已经定档在2026年4月24号上映，片中饰演他的正是他的亲侄子 Jeffrey Jackson。也就是说 ，Michael 虽然在200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关于他的争议、神话、商业价值和文化记忆，直到今天都还在发酵。2009年7月7日 ，Michael 的公开追思会在洛杉矶举行，他的兄弟们以福临人的身份护送灵柩进入现场，整个仪式像一场面向全球的直播告别，也像 Michael 一生神话的最终舞台。到了9月3号那场更加私密、更加家族化的正式葬礼上，他的3个孩子把王冠放到了棺木上，像在最后一次把 King of Pop 这个称号还给他本人。对我来说，这2个场景几乎可以概括 Michael 的一生。前半段他属于全世界，最后一刻他才重新属于家人。Michael 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流行巨星，他是美国工业社会、黑人上升通道、家庭高压训练、唱片工业包装、电视时代的放大，甚至是全球资本发行和媒体舆论的反噬，共同制造出来的20世纪最大的流行神像。如果你想要理解 Michael， 我们要从他出生的地方开始。1958年 Michael 出生在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城市 Gary， 这是一个挨着芝加哥典型的工业城市，靠着钢铁体系、工厂秩序和基层工薪家庭撑起来的美国缩影。他的父亲 Joseph Jackson 曾经做过职业拳手，也会弹吉他，后来在钢铁厂做工人。母亲 Katharina Jackson 是虔诚的耶和华人，会弹钢琴也会唱歌。这个家庭最要命的地方不是穷，是孩子太多。他们一家9个孩子挤在一个2居室里。Michael 自己后来回忆到，说房子小到从前门走5步就到后门，所以 Michael 不是一个从小就被命运选中的天才神童。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正好是美国民权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在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当时的种族壁垒依旧没有完全被打破。到了1960年，虽然美国社会环境有所松动，但音乐、电视、广播、消费市场仍然把黑人艺人往黑人音乐那个单独分区里塞。想成为全民偶像，远没有今天看起来那么容易。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 Michael 才显得格外特殊。他不是当时第一个黑人明星，在他之前，当时的 Motown 魔城唱片已经让 Diana Ross 这种艺人证明了黑人歌手可以打进主流市场。但 Michael 所处的位置更像是第2次跃迁，前一代把门撞松了，而 Michael 这一代是把门彻底踹开了。Michael 的家庭既有音乐传统，也有残酷的高压纪律。从 Michael 后来回忆到，母亲 Katharina 负责带着孩子们练习唱歌，父亲会更加的严厉一些。如果孩子们练习不认真，出了错，就会挨老父亲的揍，有时候是皮带，有时候是树枝。父亲像一个严格的音乐制作人，没有他，这个家庭组合未必会成型。但也因为他 ，Michael 的童年从一开始就不像普通孩子。最早先是哥哥们玩乐器，后来父亲开始训练 Jackie、Tito， 然后再是 Malone 和 Michael 补了进来，组成歌唱组合 Jackson 5。那个时候 Michael 只有5岁。慢慢的 Jackson 5在 Gary 本地打出了名气，还给当地厂牌录过单曲。接下来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Bobby Taylor。1968年 Bobby Taylor 发现了这5个来自 Gary 的兄弟，把他们带到了当时知名的唱片公司 Motown 试镜。这场试镜打动了 Motown 的老板 Berry Gordy， 也就是说，真正把 Jackson 5带进大工业系统的人，不是公众印象里那个被神化的 Diana Ross， 而是 Bobby Taylor。至于 Diana Ross， 她当然非常重要，她是60年代最强黑人流行偶像之一。她做的是为后来 Jackson 5的专辑命名和亮相背书。真正拍板把 Jackson 5推向全国的人，就是老板 Berry Gordy。1970年到1975年这几年 ，Michael 第一次被全国观众看到。Jackson 5一口气拿下了当年 Billboard 100的4首冠军单曲。最重要的不是歌红，是整个组合被迅速放进了一台完整的青少年娱乐工业里，唱片、电视、巡演、
商品、形象、消费文化一起高速运转。Michael 当时已经不只是主唱，他是全美最醒目的黑人少年偶像之一。于是公司进一步把 Michael 单独拎了出来，一边继续让他做 Jackson 5里的核心，另一边开始测试他的个人市场。1972年 ，Michael 迎来了少年时期的第一次个人高峰，单曲 Bang 直接拿下他早期个人生涯第一首流行榜冠军，当时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并拿下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那时候的 Michael 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就已经被拉进了美国大众娱乐和好莱坞奖项里，这件事儿本身就很夸张。1947年的 Dancing Machine 成为 Michael 最关键的一次反弹。这首歌不仅大热，更重要的是 Michael 在表演的时候亮出了自己的 robot 机械舞。很多人后来只记得 Moonwalk 太空滑步，但其实从机械舞到太空滑步中间是完整的身体表演进化线。Michael 真正的第二艺术是身体。1975年，随着 Michael 变身，家庭矛盾加深，合同续约问题出现 ，Jackson 5兄弟们最终离开了 Motown， 转投 Epic。3年后 ，Michael 终于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位伯乐。真正让 Michael 开始个人成名的是1979年的 Off the Wall。这张专辑背后最关键的名字就是这位伯乐 Quincy Jones。1978年 ，Michael 在拍电影 The Wiz 的时候认识了 Quincy Jones， 这几乎是他整个人生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在电影里，Quincy 看见了 Michael 身上的纪律、天赋和职业性。后来两人合作的 Off the Wall、Thriller、Bad 这3张专辑决定了 Michael 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因为 Quincy 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制作人，他是帮 Michael 找到成年版声音的人，也是把他从组合里的天才弟弟升级到流行歌手的关键伯乐，更是把 Michael 从明星升级到帝国的人。Off the Wall 成为当年最畅销专辑，并把 Michael 推到了新的阶段。这张专辑是 Michael 为 Epic 发行的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专辑。专辑里有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和 Rock With You 2首国际大热单曲，也给 Michael 带来了个人生涯第一座 Grammy 奖。这一座专辑的重要性是第一次定义了成年 Michael 是一个能独立统治舞台、电台和流行市场的个人品牌。然后 Michael 来到了人生第二次起飞，也就是 Thriller 时代。1984年 ，Thriller 横扫 Grammy 奖，一晚上拿下8座奖，创下了历史记录。Thriller 后来被视为全球销量最高的专辑，整张专辑打出了7首热门单曲，其中的 Billie Jean 和 Beat It 都冲上了 Hot 100的第一。特别是 Beat It 竟然可以把黑人流行、白人摇滚和主流市场全部打通，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Thriller 成功的背后至少有3股力量同时在作用，除了 Quincy Jones， 还有当时 CBS Records 总裁在 Michael 背后，这可不是什么小厂牌，当时是美国最强的唱片资本机器之一。也就是说 Quincy 负责出作品， Epic 负责把作品推成全球事件。还有一位人很多人忘了， Michael 后期的统治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影像。 Thriller 的 MV 之所以成为历史性事件，离不开导演 John Landis， 他把 Thriller 拍成了14分钟的一部微电影。这部 MV 后来还成为美国国家影片登记册收录的第一支音乐录像带。 Michael 从那时候开始已经不是单纯的歌手了，是会唱歌的全球视觉 IP。1985年 We Are The World 又把 Michael 从超级明星进一步推成了全球慈善和公共情绪中心。紧接着1987年的 Bad 打出了5首冠军单曲。到了80年代末， Michael 已经完成了从最强流行歌手到最强娱乐帝国的进化。终于我们来到了 Michael 人生真正的复杂阶段。1991年到2000年，这10年里的 Michael 已经不是80年代那种单纯靠专辑统治世界的歌手，他进入了音乐继续强势，全球舞台继续统治，但舆论和争议开始反噬神话的阶段。这10年，他一边靠 Dangerous 和 History 继续证明自己依然是世界中心，但另一边又被丑闻、媒体形象争议和私生活不断吞噬。1991年 Dangerous 是这段时期的起点，这张专辑大量带入了 New Jack Swing 的声音，它不是 Thriller 的重复，它是一次主动的改朝换代。
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彻底巩固了 Michael 对流行音乐的统治地位。这张专辑是一整组全球级武器 ，Black or White 是最大众、最全球化的一首 ，MTV 和多平台同步播放，让它覆盖了数以亿计的观众。Remember the Time 把他的视频叙事做成事件，还有把他90年代的人格拆成了性感、街头、公益、史诗这几条并行路线。93年有2个大事儿，第一件是1993年他拿到了 Grammy Legend Award 的传奇大奖，等于美国主流音乐机构正式承认 Michael 不是流行巨星，是世界传奇级人物。第二件，1993年的超级碗中场秀，这个必须要讲，因为这场表演吸引了超过1.3亿的美国观众观看，让超级碗中场秀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来讲，现在人们对超级碗中场秀必须是全球大事件的期待，这是 Michael 在当年定下来的规则。但是他的帝国很快被现实撕开了一个裂口。同在1993年 ，Michael 因为受到指控遭遇了严重的声誉打击，取消了 Dangerous 原本的世界巡演安排。这是90年代 Michael 和80年代 Michael 的分水岭。80年代的他，新闻标题基本围绕了作品、舞步、票房、奖项。但在1993年之后，新闻标题开始大量变成了调查、丑闻、私生活和心理状态。这个变化非常致命，他的神像感第一次被大规模的打穿。但 Michael 并没有就此倒下。1995年的 History 本质上是他对媒体、舆论和时代的反击。它不是普通的新专辑，它是一张旧作精选加新作的组合专辑，等于把自己的王朝履历摆了出来，再用新歌做出回应。You Are Not Alone 在 Billboard 100创下历史，成为该榜单第一首空降冠军的单曲。这个记录非常关键，因为它证明就算形象受损 ，Michael 依然有能力在美国最核心的流行机制里创造历史。到了90年代后期 ，Michael 的每一次私人选择都会立刻被全世界当成公共事件。美国公众对他越来越分裂，但世界其他地区对他的现场号召力依旧很惊人。在全球舞台上，他就像一个流动帝国。全球巡演从布拉格开场，随后迅速覆盖到荷兰、西班牙、波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各个地方。他还是活跃中的世界巨星。到了2000年前后 ，Michael 的人生开始变得更加沉重。他在美国的形象恢复越来越困难。2003年开始，漫长而高强度的审判彻底消耗了他在美国社会剩余的神像光环。案件结束以后，他一度去了巴林和爱尔兰生活，但他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之一。但是他已经很难再用80年代那种方式回到世界中心了。直到2009年那年 ，Michael 正准备一系列的高规格回归演出，命运突然终止了这一切。2009年6月25日，他在洛杉矶去世。去世以后 ，Michael 的法律和家庭事务迅速成了公共事件。他留下了遗嘱，把遗产放进了信托，受益人主要是包括他的母亲 Catherine 和他的3个孩子。他去世后不久 ，Catherine 获得了孩子们的监护权。Michael 这一生几乎困在世界、媒体、神话和争议的漩涡里。在他去世以后，真正被留下来面对残局的人是母亲和孩子们。Michael 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近乎不可能的状态，既想成为最耀眼的神，又想保住普通人的私人世界。但到最后，世界也只接受了前者，而后者始终没有真正给过他。Michael 的人生也许早就碎了，但他的符号还没有塌，他的音乐还在，他的舞步还在，他制造过的视觉模板还在，他定义过的全球偶像工业到今天都还在继续运转。正因为如此，当2026年 Michael 上映时，我们看的不只是一个传奇歌手的传记，我们看的是整个现代娱乐神话最完整也是最昂贵的一次回放。这里是 Sing Biz， 我们下期见。